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大家看到这一集我换衣服了啊，换成了谢夫顿先生的同款。这个设计思路呢，就是来自平行宇宙的谢夫顿先生上集穿的这个卫衣。当然这个卫衣定制是在本地球上定制的，那么不是谢夫顿先生从平行宇宙寄过来的，因为主播还不知道怎么从两个平行宇宙之间寄快递啊。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哈，主播是非常想知道的。那么好，我们言归正传，从今天起，我们将把大家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再推高一个层次，进入本频道的第二个部分，对，就是对人工智能算法的了解。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有哲学范的议题，对人工智能的讨论一定会讨论到生命、智慧，甚至宇宙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又很快的会引发很多神学的讨论。毕竟科学解决不了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而神学它总是能够给出一个终极的而且毋庸置疑的答案，那就是神。同时人工智能也是一个迅速开始接地气的一个技术。那么如今的社会几乎没有人没有用过人工智能的产品，单单是 ChatGPT 在2024年11月就1个月的时间就有38亿用户的访问量，那么更不要提无数的 AI 生成的图片啦、视频啦，其中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去背景啦、物件捕捉啦、物件更换啦等等的一些小功能。那么甚至呢，在很多软件里面，它也嵌入了 AI 的智能化的一些设计建议，在里面。就算再不济吧，你也总归是见过搜索引擎里面，各种花式提问的时候 ，AI 那个严肃啊、认真的解答问题了。AI 呢是一个从日常生活到宇宙奥秘，再到人生意义、人类信仰，无所不包含、无所不涉及的议题。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了解 AI， 都可以对 AI 发表自己的见解，都有自己对 AI 的一些理解。但是，我们真的了解人工智能吗？打一个比方，任何人对自己的身体啊，那是最了解了。比如说，哎呀，我哪里不舒服？哎呀，我哪里疼？哎呀，头疼？哎呀，我的，哎呀，牙酸？哎呀，我肚子胀？啊，那是自己都最清楚了，别人不可能知道你的感觉，对不对？自己是最清楚的，最了如指掌的。但是，同样的发烧，浑身不舒服，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的，还是淋巴瘤导致的？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如何治疗才能恢复健康，就必须寻求医生的帮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寻找病因，给出治疗的方法，才能早日康复。之前主播曾经用了3集的时间，专门聊了人工智能对工作、创业、投资的影响，引用了达沃斯论坛2023年未来工作报告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财富商业洞察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的人工智能市场报告，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索引报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等等的一些报告。然而这些报告已经是历史文件，他们是对过去的总结，也许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他们可以对未来做一些投射，但是这些报告不会告诉你在你工作面试的时候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不会告诉你在创业的时候进入哪个赛道会遇到哪些困难和对手，哪个产品会大卖，更不会告诉你哪个人工智能公司的股票会飞涨。要完成这些事情，你就必须亲自去学习，
去调研、去洞察其中的奥妙。在之前第9集投资篇中，我们就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个神奇的巧合。AI 的投资在2017年有一个明显的加速，而同年谷歌的工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名字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了解人工智能算法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篇论文发明了一个算法，它叫 Transformer， 从而开启了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新篇章。 ChatGPT 里面的 T 代表的就是 Transformer 的意思。自然我们所熟知的 Llama、Cloud、Gemini、Grok 等等，以及我们所不熟知的2024年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的大语言模型，都得益于 Transformer 这个算法的突破。可见早在2017年 AI 投资人就已经预见到 Transformer 这个算法的突破将在未来数年的时间里面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于是他们就可以早于公众数年在商业上进行布局，从而不仅在世俗的意义上取得金钱和名誉的成功，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古人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任何时候开始都为时不晚。更幸运的是，你找到了主播这个专讲人工智能的频道，人生的辉煌我们即将从这里开始。不过我数学不好，能听懂吗？确实啊，上一期采访谢夫顿先生的时候，他说过，宇宙的本质就是数学。自然，人工智能的算法确实全部都是数学。介绍机器学习的书是这样的，介绍人工神经网络的书是这样的，人工神经网络相关的论文是这样的。这些数学公式不要说试着去理解它了，就是哪怕多看一眼，大家都会觉得头疼，主播也觉得头疼。而擅长数学的人，古往今来都是凤毛麟角。这些著作和论文中大段的数学公式，其实不过是专业小圈子里面的行业黑话罢了。主要作用就是给这些专家教授评职称、评工资用的，根本就不是为了让大众理解。不过不用担心，人类有一个天然的不用数学来理解世界的方法，那就是称为概念。比如你不需要知道细胞之间是如何交流相互作用的，你也不需要知道细胞的构成是什么，你就可以理解人这个概念。你也不需要知道复杂的量子力学，也不需要知道核聚变的物理学公式，你就可以知道太阳这一个概念。概念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等一下我们还会说到它，这里呢我们就先按下不表。所以说，但凡说自己数学不好的，那肯定是中学数学老师没有把概念说清楚。全世界最伟大的著作，比如说这本书，比如说这本书，比如说这本书，这里面有一个数学公式吗？上帝、安拉、佛祖都不需要数学就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就可以传播真理，用的就是概念。当然了，
主播是一介凡人，没有神性，写的东西呢，自然也就没有这些神作所具有的伟大穿透力，直击人的灵魂。所以呢，主播即便是要解释一些人世间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人工神经网络的时候，那还是要用到一点点数学的。不过呢，主播保证，基本上呢，只要使用到加减乘除就够了。高中数学基本上呢就够用了。另一方面，了解人工智能算法，不仅可以帮助你在世俗意义上取得成功，比如拿更高的工资啦，开创自己的事业啦，投资正确的企业的股票，躺着就成为亿万富翁。它还能改变你的世界观，改变你对宇宙、对生命、对智慧的看法，深度思考人生的意义，最终让你完成自洽，找到生命的真谛。是不是不信？我们举个例子，回到刚才讨论数学的时候提到的话题，概念。人类创造了概念，用来表示世间的万物，再赋予了每一个概念一个单词。就比如说电影《星球大战》，主播把星球大战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联想到这是一部讲星际之间战争的系列科幻电影。主播呢并不需要把电影的每一帧的图片和每一个像素点的信息都传给你，才能使你明白主播在说什么。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不需要像计算机一样去对照电影之间每一帧的内容，才知道相互之间传的是什么。人只需要一个概念就可以了，这样信息就可以在非常小的带宽下完成传递。如果像计算机这样要把硬盘里面的这个星球大战用0和1，用哔哔哔的方式传递给观众朋友，就像这样，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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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哦，那数据量大的不得了，估计主播就是逼到老死，整个电影也传不完啊。这就是概念在一个非常小带宽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沟通手段，它和计算机之间的沟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人类的逻辑推导逻辑推导实质上或者说语言实质上它就是寻找特定背景下这些词，也就是这些概念相互之间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人类的逻辑推导。这个有点长，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主播有一个朋友，他是星球大战的影迷，这个系列的电影他一集都没落下。下个礼拜上映新的星球大战外传，主播猜他一定会去。大家看这个例子里面，实质上就是星球大战他是影迷，所以他会去看新的东西，它是整个几个概念之间的相互的关系。那么再比如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一天都没吃东西啦，而且很累，他一直都趴在床上，他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那么这个例子里面就可以看到，很累，没吃东西，躺在床上，这几个并列的，那么就会推导出他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要去医院看看？那么实际上这是几个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并列关系，我们才组成的一个句子。是不是觉得概念这个东西开始有点神奇了呢？在更进一步之前，我们聊一下矢量。这是一个初中数学啊，矢量就是有方向的量。最典型呢就是物理学里面的力。那么比如说主播把这个圣经举起来，就给了这本书一个向上的力。力的大小呢等于这本书所受到的重力。就比如说这本书如果是1公斤的话，
那么主播托举这本书的一个力大小就是9.8公斤，方向向上。那么这本书受到的重力就是9.8牛，方向向下。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受力情况画出来，那么它看上去就是这样的，在一个3维的坐标系里面，分别代表长、宽和高。有一本书在这个空间中受到一个向上的力，也就是主播托举给它的力，另一个是它自身受到的地球的吸引力。那么这2个力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我们知道一个矢量在一个3维坐标系中可以用3个数字表示，比如这本书受到的主播托举的力可以表示为009.8，受到的重力可以表示为0-9.8。然后我们把这个3维空间，它里面肯定就可以有无穷多的各种各样的向量，那么称之为3维向量空间。好，铺垫结束了，神奇的事情就来了。人类的语言，也就是人类发明的各种概念的符号，是可以用多维矢量的方式来表示的。比如说谷歌发明的 Word2Vec， 它是一个2层的神经网络，用于矢量化人类的词汇。多维，这咋想象啊？确实想象不出来啊，但是不用去想象，数学会帮我们解决想象的问题。我们刚才知道一个3维的向量，可以用括号里面3个数字来表示。那么很简单，4维就是一个括号里面有4个数字。就比如说3569就是一个4维空间中的向量。同理，所谓的100维，就是括号里面有100个数字，比如说像屏幕显示的这样。多维世界就是这么简单。说回人类的语言，任何一门语言，包括英文、中文、法文、日文等等的任何一门语言，都可以用一个100维到1000维的矢量，也就是向量来表示。每一个单词就是一个矢量。如果英语和数学都还不错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参阅一下谷歌工程师，他们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论文的名字叫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Word Representations in Vector Space。如果主播要给一个翻译的话，就叫做用向量空间表征词语的有效性评估。语言或者说单词矢量化之后，很多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比如说意思比较相近的词，它们之间的距离就会更加接近一点，这些词汇呢就会聚在一起。就比如说狗啊、猫啊、兔子啊，这些词汇它就会聚在这一块地方。那么像芬兰啦、挪威啊、瑞典啊一些词汇，它就离兔子啊、狗啊比较远，它们就会聚在另外一个角落。但是兔子啊、猫啊、狗啊和北欧国家的名字，它们之间距离就比较远，但是相同意思的词的相互之间的距离就会更近。那么如果我们画一张2维的图的话，大概是这样子。当然这只是一个2维的示意图，那么它本身并不是500维的，所以呢它只是一个示意图，但是本质就是这个意思。再比如说国家名字和单词和首都，国家的首都这个单词之间的距离啊，我们矢量化以后发觉它是相等的。就比如说东京这个单词到日本这个单词之间的距离，和巴黎这个单词到法国这个单词之间的距离，它是一样的。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的就是当人类说的一些通过概念和逻辑推导去说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数学的加减法。就比如说我们问东京之于日本
相当于巴黎之于哪个国家？比如说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单词矢量化以后，我们就可以计算东京这个矢量到日本这个单词的矢量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巴黎这个单词到哪个单词的距离？我们就把一个逻辑推导的词变成了一个数学计算。我们只要把巴黎这个单词加上一个东京到日本这个单词的距离一加上去，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法国。这时候是不是觉得更神奇了？更进一步，是不是觉得更进一步？那么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像句子、段落、文章，这些都是用词汇串联起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思维的一个推导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些句子、文章中的词汇在矢量空间中都画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连串的曲线。就比如说，我们用500维，来矢量化中文，然后我们把中文的这么一句话，然后每个单词的矢量全都标出来。标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500维的空间中画出来这么一连续的曲线，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句子，甚至整篇文章我们都可以画出来。我们到这个时候就发觉，人类的一个思维过程，它就被数学化了，它就变得可以计算了。更神奇的是，通过神经网络，我们把这个在整个语言的矢量空间，比如说500维的矢量空间中，它还可以重新还原成人的这种自然语言，基于概念的这种自然语言。大家是不是突然有没有发觉，数学加上数学计算和概念加上逻辑推导，它们之间是等价的，它们都是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说到这里，让我们再回味一下上一集谢夫顿先生说过的，宇宙的本质就是数学，而世间一切的意义都是人类赋予的。是不是对宇宙的奥义又有所思了呢？总结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上接宇宙奥义，下显生命迷思，中间连着我们安身立命、发财出名之技能。了解人工智能的算法是万万不能错过的。之后的算法篇和之前一样，预计每2周更新一集。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